只因200块一桌的流水席涨了50块钱，我的桌子就被全村人给掀了。村支书更是指着我鼻子骂：“你个白眼狼，乡里乡亲的钱你也想坑？想钱想疯了吧？”看着满地被踩烂的大鱼大肉，我的心在滴血。这大勺我不掂了还不行吗？第二天，一张红纸贴出：“本人手艺不精，即日起封勺归矣，各位另请高明。”谁知当晚村支书就找了过来。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价钱就按你说的250。闻言，我直接说道：“做菜可以，但要2000一桌。”此话一出，全村都炸了锅。我是附近有名的厨子，仗着祖传手艺和门路，总是想办法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像样的席面。200块一桌，在十里八乡都是独一份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。叶大勺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开门！门板被锤得砰砰作响。来人是我发小韩征，他爹明天70大寿，早早就定了我掌勺。我隔着门板提醒他：“门口的红纸没看见吗？你这发的什么疯？那我爹的寿宴怎么办？全村上下谁不知道你的手艺最好？我上哪儿请去？再说钱我都给你了，钱我双倍退给你，你另请高明吧。”话音刚落，门外的锤门声停了。过了会儿，韩征又开口了：“阿晨，你跟村支书置气，别牵扯到我啊！咱俩光屁股长大的情分，你不能不认吧？”话已至此，我拉开门栓，韩征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口，紧接着从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递给他，定金1000，另外1000算是我的赔礼。见状，韩征没接，眼圈有点泛红。这是干啥？非要跟我较真？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小郑，不是跟你较真，是我这勺真颠不动了。就因为村支书那几句话？也不全是。”随即我指着院角堆着的菜筐和肉架子：“你看看，这是我为你爹寿宴备的料，东海空运来的大黄鱼，1斤120；黑毛猪的五花肋排，1斤45；还有这溜达鸡，这山里的野菌子，哪样不是我跑断腿给你弄来的？200块一桌，10个菜，8荤2素，我图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数。昨天村里人都谴责我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了说句公道话。韩征看着那些上好的食材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他想说些什么，被我直接打断：“你别再说了，村支书昨天带头掀我的桌子，我今天要是再给你家办席，我这张脸往哪搁？这事儿没得商量。”韩征低着头，半晌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行，叶晨，你够狠。”他没有拿钱，转身就走。我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今天算是到头了。看着手里的钱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谁知这时村支书的老婆张淑芬就扭着腰进来了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哟，叶大厨这是真要归隐了。爷啊，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还等着你掌勺呢。”掌不了，另请高明吧。闻言，张淑芬脸色一变：“叶晨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们家老孟那是为了大家好，怕你带坏了村里的风气。”我没忍住笑了：“什么风气？吃好东西不给钱的风气？”张淑芬一时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行，你有种，没了你，我们还吃不上饭了。我告诉你，村里能颠勺的人多了去了。我做了个请的手势：“慢走，不送。”张淑芬气冲冲地走了。我看着她肥硕的背影，关上了院门，不由得感慨：这村子怕是没法待了。最终，韩征还是找了村东头的大胖。大胖以前在我手下打过杂，偷学了点皮毛，后来自己单干，专做些100来块一桌的廉价席面，手艺谈不上，只能说保证能把菜做熟。只听见张淑芬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：“韩老70大寿，还是在老地方办，新造王大胖掌勺，保证比某些黑心肝的人做得好，还便宜。”村里人听到后，纷纷对我进行了口诛笔伐。叶晨也真是的，涨什么价啊？就是乡里乡亲的，帮衬一把怎么了？大胖也行，我吃过他做的，就是油大点，盐重点。最主要的是，比叶大烧便宜50块呢。这些话断断续续飘进我的院子，我没理会，把院子里的食材分送给了村里几户孤寡老人。韩征他爸寿宴那天，村里锣鼓喧天，地点就在我家门口的打鼓场上。我能清晰地听到大胖在灶台那边大呼小叫：“酱油，酱油往里倒啊，别怕肥，烂鱼别煎了，直接下锅炖，省事。”很快，一股夹杂着油烟和腥气的味道就飘进了我家院子。我闻到后皱了皱眉，墙的那头已经有宾客入席了。我搬了张梯子，悄悄扒着墙头往外看，这菜怎么看着黑乎乎的？是啊，红烧肉怎么跟炭似的？先尝尝再说。接着是一阵诡异的沉默，随后宾客们开始骂骂咧咧：“嘿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咸死我了！”我的妈呀，这鱼怕不是死的吧？一股子臭味儿。大胖，你的娘个会不会做菜？所有的人都放下了筷子。韩征的爹今天的寿星此刻脸色铁青。韩征端着一盘菜，气冲冲地走到灶台边，一把将盘子扣在了地上。大胖，我爹过寿，你就给我整这个。怎料大胖脖子一梗，擦了把脸上的油。150块一桌，你还想吃龙肉啊？我让你做寿宴，你给我做的这是猪食吗？闻言，大胖也火了，嫌我做的难吃，你去找叶大嫂啊，他250一桌，你去请啊，看他理不理你。这话戳到了韩征的痛处，他冲上去，两个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宾客们见状，纷纷起身，有拉架的，有骂街的，有直接走人的。一场好好的寿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，寿宴不欢而散，韩征家成了全村的笑话。大胖也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扬言再也不给村里人做饭。村里一时间陷入了厨师荒，眼看着下个月孟祥霆的儿子的婚礼就要到了，他们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家院门又被敲响，我打开门，外面黑压压站了一片人，为首的
正是村支书孟祥霆。孟祥霆的表情很复杂，挤出一个笑，我倚着门框。有事？那个之前的事是个误会。孟祥霆搓了搓手指，我那天也是喝了点酒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，我淡淡的说道。我记在本子上了。我的回答让孟祥霆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旁边一个长辈打圆场。大嫂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哪有隔夜仇啊？就是村支书也是为了村里着想，怕你开了长家的头，以后大家不好办。闻言我笑了，不好办，是花一样的钱，吃不上我做的菜才不好办吧？众人一阵沉默。这时张淑芬接过话头。大嫂，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席面还指望你呢，你再帮村里这一次吧，价钱好说。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劝着，言辞恳切，仿佛之前指着我鼻子骂的人不是他们。我笑了笑，笑容里没有半分温度。想让我出山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众人眼睛一亮，孟祥霆也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1000块一桌，10个菜，只包做菜，食材自备。张淑芬尖叫起来，1000块一桌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孟祥霆气得浑身发抖。叶晨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以前我让你们花200块吃1000百块的席面，我的手艺值这个价。你们以前吃到的是友情价，是亏本价。现在友情没了，我也不能再亏本了。我顿了顿，补充了一句：哦，对了，这1000块是给外人的价格，至于我们村，我扫了他们一眼，得加钱。加多少？孟祥霆下意识地问。2000一桌。我话音刚落，现场的人群炸锅了。听到我报价2000块一桌宴席，现场的人群炸锅了。疯了！叶晨绝对是疯了。2000块一桌，他当自己是御厨啊？这下彻底把人得罪死了，看他以后怎么在村里混。孟祥霆的脸色阴沉的要命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让你做事看得起你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村里待不下去？我挑了挑眉。哦，你要怎么让我待不下去？像掀我流水席那样来掀我的家吗？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扇在孟祥霆脸上。我的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。孟祥霆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叶晨，你太放肆了。我收起笑容，眼神冰冷。我放肆？孟书记，我倒想问问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带人掀我为客人准备的宴席？现在你们吃不上饭了，想起我来了，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狗吗？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，钉进在场每个人的心里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行，叶晨，算你狠。孟祥霆咬着牙，恶狠狠地说道：咱们走着瞧，没了你，我们一样过。他一甩手，准备带人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我开口了：等等。他停下脚步，以为我改变主意了。想请我，还有一个条件。我走到孟祥霆面前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让你还有那天所有动手掀桌子的人，给我摆在院子里的灶王爷磕头认错，少一个，我这勺就永远封着。说完，我转身进了屋，重重地关上了门，而满院子的人瞬间炸锅了。第二天，2000一桌的价码传遍了全村，我成了村里最热的话题。我没理会这些风言风语，我把那个简陋的灶台拆了，又花钱请人重新砌了一个更大更专业的砖石灶台。我还从网上订购了一整套全新的锅碗瓢盆，锃亮的能照出人影。张淑芬儿子的婚期越来越近，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们去镇上请了几个据说手艺不错的厨子来看场地。那几个厨子来了以后，在村里转了一圈，看到大胖留下的烂摊子，又听说了我的天价菜单。一个领头的厨子摇了摇头，这活我们接不了。闻言，孟祥霆急了，怎么就接不了了？价钱好商量。孟书记，这不是钱的事，你们这儿的烂摊子，谁接谁倒霉。做好了，人家觉得理所应当；做砸了，有叶大勺的珠玉在前，我们不得被骂死。再说，叶大勺的手艺我们是知道的，别说意见，就是2000一桌，在城里都有人抢着要。你们是守着金饭碗要饭，我们可不掺和。几个厨子说完，拱拱手就走了。孟祥霆的脸彻底黑了。这天下午，韩征又来了，他手里提着2瓶好酒，一条好烟，在我院子里站了很久，才开口：大嫂，我来给你赔罪了。说完，他扑通一声对着我的新灶台就跪下了。那天是我混蛋，我不该不信你，更不该由着他们胡闹。我爹的寿宴搞砸了，是我活该。我今天来不求你原谅，也不求你出山，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说完，他对着灶台结结实实的磕了3个响头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爹说了，叶大勺的手艺不能就这么埋没了。村里人对不住你，我们家不能对不住你。他把烟酒放在石桌上，转身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知道我和他的情分又回来了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那天跟着孟祥霆一起掀桌子的几个年轻人来了。那天一起掀桌子的几个年轻人耷拉着脑袋走到院里，二话不说，对着灶王爷就磕头：叶大勺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那天是鬼迷心窍，听了老孟的鬼话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我知道他们不是醒悟了，是张淑芬家没办法了，让他们来演这出负荆请罪。行，你们可以走了。闻言，几个人愣住了。大勺，那张淑芬家的席，我说了，那天动手的有一个算一个。老孟和张淑芬他们自己怎么不来？他们是长辈，拉不下那个脸。我点了点头。好，那让他们继续拉着吧。席我是不会做的。我的强硬态度让孟祥霆和张淑芬彻底没了辙。最终，张淑芬随便在镇上找了个小饭店，给她儿子举办了婚礼。10几桌人挤在一个小厅里，菜色普通，场面冷清。新娘子气得当天就回了娘家。
经此一役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从前的轻视和理所当然变成了敬畏。我没再理会村里的纷纷扰扰，开始琢磨我的新出路。我把我的想法跟一个做美食博主的朋友说了，朋友听完一拍大腿。陈哥，你早该这么干了！你那手艺，窝在村里给人做200块的流水席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我给你策划一下，就叫舌尖上的大席，主打一个乡村土灶，顶级食材，无法烹饪。没过几天，一辆黑色的奔驰大 G 就开进了我们村。这车在村里引起了轰动。只见从奔驰大 G 车上下来几个人，西装革履，气度不凡。为首的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他正是我朋友带来的第一批客人，一个姓王的老板。王老板在村里人的围观下，径直走到了我的院子门口。孟祥霆也闻讯赶来，一脸谄媚的迎上去。老板好，来我们村考察项目吗？王老板瞥了他一眼，没搭理，而是冲着院子里的我喊道：“请问是叶晨叶大勺吗？”见状，我擦擦手，迎了上去：“是我，久仰大名，我是你朋友介绍来的，特地来尝尝你的手艺。欢迎欢迎，请进。”我把他们让进院子。孟祥霆和一众村民扒在门口，伸长了脖子往里看。我递上一张手写的菜单：“王老板，我今天给您准备的菜单是山野4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第1味游龙戏凤，讲的是山涧溪水里现捞的石斑鱼。配上林地里现抓的走地鸡，一锅浓汤，吃一个鲜。第2味黑土藏金，是我自己种的红薯，用最原始的窑烤方法烤出蜜糖的甜。第3味踏雪寻熊，用的是黑猪后蹄，小火慢炖4个时辰，入口即化，吃一个糯。第4味春风拂面，是地里刚掐的野菜尖，配上我自制的腊肉，大火爆炒，吃一个香。我每说一道菜，王老板的眼睛就亮一分。光听名字就流口水了，今天我可有口福了。各位稍等，马上就好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我的新灶台。我点燃灶堂里的柴火，火苗呼的一下窜了起来。我将处理好的食材一一摆开，深吸一口气，拿起了那把熟悉的铁勺。院子外，孟祥霆的脸色比我锅底的灰还要难看。灶堂里，松木柴烧的噼啪作响，而我则开始处理食材。那条1斤半的石斑鱼鳞被我一刀刮下，完整如一炮盔甲。鸡是养了1年多的老母鸡，褪毛洗净，只取最精华的鸡胸和鸡腿部分。鱼肉和鸡块下锅，配上几片姜、几颗红枣，注入高汤，盖上锅盖，用小火慢炖，香味开始一丝一缕的往外飘。王老板他们原本还在聊天，闻到这股味道，渐渐都安静下来，目光不自觉地被吸引到灶台这边。院子外的村民也越聚越多，他们踮着脚，伸长了脖子，使劲地吸着鼻子。乖乖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也太香了！叶大勺这是放了什么神仙料？闻着就比大胖做的那猪食强100倍。张淑芬也挤在人群里，她看着我院子里那几个气度不凡的城里人，又闻着这霸道的香味，脸上满是嫉妒和不甘。我没理会外面的动静，专心致志炖汤的同时，我把处理好的猪蹄放入另一个锅里，加入冰糖、香料和黄酒，同样是小火慢煨。红薯被我用湿泥巴裹住，扔进灶堂的鱼镜里，让它在里面慢慢烤熟。1个小时后，游龙戏凤出锅了，奶白的汤汁上飘着几点金黄的鸡油，鱼肉洁白，鸡肉鲜嫩，撒上几粒碧绿的葱花，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动。我把汤端上桌，王老板盛了一碗，先是闻了闻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，下一秒，他的眼睛猛地睁大了。王老板喝了一口汤后，眼睛猛地睁大了，真是鲜！然后连话都顾不上说，埋头大喝起来。一时间，饭桌上只剩下喝汤的吸溜声，满满一锅汤很快见底。王老板意犹未尽地放下碗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叶大勺，就凭这一道汤，这1000块值了。第2道菜是踏雪寻熊，猪蹄炖得软烂脱骨，色泽红亮，香气扑鼻。筷子轻轻一夹，蹄肉就分离开来，入口即化，满口都是胶质的醇香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一个年轻人吃得满嘴是油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蹄。最后，我从灶堂里扒出烤好的红薯，敲开外面的干泥，一股焦甜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掰开红薯，里面是金黄色的瓤，蜜糖一样的汁水顺着掰开的口子流淌下来。王老板他们已经顾不上形象，一人一个，吃得不亦乐乎。饭后，王老板拿出钱包，数出10张崭新的100元大钞递给我。叶大勺，这是今天的饭钱。然后他又数出10张，一起递给我。另外这1000是小费，你的手艺配得上这个价。我没有推辞，接了过来。王老板满意就好。随后他们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我拿着那厚厚一沓钱，走到院门口，当着所有村民的面，一张一张仔细地数了一遍。阳光下，那红色的钞票晃得某些人的眼睛生疼。而我2000块一顿饭的消息，很快在村里炸开了锅。嫉妒、眼红、不忿，各种情绪在村民之间蔓延。我2000块一顿饭的消息，很快在村里炸开了锅。村民之间蔓延着嫉妒、眼红的情绪。凭什么就做顿饭顶我们干半年活了？那些城里人就是钱多烧的。叶晨这小子是踩着我们村的人往上爬啊！我成了他们口中的叛徒，他们开始孤立我。路上碰到没人跟我打招呼，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，老板娘也爱搭不理，甚至有小孩朝我的院墙上扔泥巴。而这一切我都没放在心上。几天后，我做饭的视频在网上火了。视频里，我的院子古朴雅致，我的灶台烟火气十足，我的菜肴色香味俱全。我的微信好友申请瞬间爆炸，私房宴更是被预定到了2个月后。这下村里人更坐不住了，尤其是孟祥霆，他开始动用他的权力给我使绊子。一天早上，我起来去村口的井里打水，发现半天都打不上来，拉上来一看，水桶底下全是泥沙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办的。
村里就这一口老井，水质最好，我做菜一直用这井水。他们这是想从根上断我的路。几个村民在不远处指指点点，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没了井水，看他拿什么做菜？就是让他用自来水做，城里人喝得惯吗？我没跟他们争吵，拎着空桶回了家。下午，一辆钻井车就开进了村子，停在我家院外。工人们叮叮当当地开始作业，村民们都看傻了。他要自己打口井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孟祥霆闻讯赶来，指着钻井队的工头就骂：“谁让你们来的？这是耕地，不准私自打井。”孟祥霆闻讯赶来，叫停了打井，而工头当着他的面拿出一张盖着红章的许可证。我们是正规公司，手续齐全。这位叶先生申请的是宅基地打井，合理合法。孟祥霆当场就懵了，我早就料到他有这一手，提前把所有手续都办妥。2天后，一口崭新的深水井在我院子里打好了。出水的那一刻，水柱冲天而起，清澈甘甜。我接了一瓢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饮而尽。好水！围观的村民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断水不成，他们又想了别的招。我做菜用的猪肉一直是从村里养猪的张屠户那买的。这天我去买肉，张屠户却支支吾吾地说没肉了。没肉了？你那猪圈里哼哼的不是猪，那是别人预定的。我看着他躲闪的眼神，什么都明白了。行，我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。第2天，一辆冷链运输车开到我家门口，车上下来2个师傅，搬下来半上挂着1号土猪标签的等级猪肉。我付了钱，签了字，还跟司机约好了以后每天固定配送。张屠户站在他家门口，脸都绿了。他知道他永远的失去了我这个大客户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来的客人非富即贵，开来的车也一辆比一辆好。我的小院成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生意一忙，我一个人就有点顾不过来了。洗菜、切菜、烧火、打扫都需要人手。我贴了张招工启事在门口，招帮厨2名，月薪3000，包吃住。3000块，在我们这个小村子是相当高的工资了。启事一贴出，立刻引起了轰动。所有人都跃跃欲试，但大家都怕得罪孟祥霆。一开始没人敢来，只有几个年轻人私下里偷偷来问我，其中一个是韩正的堂弟，叫韩小帅。陈哥，你那还招人吗？招，试用期3000，转正后还可以加。闻言，韩小帅的眼睛亮了，犹豫了半天后，咬了咬牙：“陈哥，我干，我不怕孟祥霆。”好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明天就来上班吧。除了韩小帅以外，还有一个叫郭爽的姑娘。就这样，我的小厨房有了第一批员工。当然，我也没有亏待他们，除了工资以外，每天的伙食也都是用食材给他们做的。小帅和郭爽干活都很卖力，也很珍惜这份工作。村里其他人看着眼红，但碍于孟祥霆，也只敢在背后议论。孟祥霆见我非但没被他搞垮，反而还做大做强，气得差点犯了高血压。他召集了村委会的几个人开会，绝对不能让叶晨再这么嚣张下去。他这是在村里搞分裂，拉拢人心。张淑芬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就是你看那韩小帅和郭爽，现在见了我们头都不抬一下，眼里只有叶晨那个老板了，必须想个办法治治他。他们商量了半天，想出了一个绝户计。村里要修路，孟祥霆在规划路线的时候，故意把我家门口的路给绕开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以修路堆放材料为由，把我院子通往村口主路的路给堵上了。做完这些后，孟祥霆站在路障前，得意地对我喊话：“我看那些开奔驰宝马的，还怎么去你家吃饭？”我看着那堆成小山一样的沙石，没有生气，淡定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王老板的电话。王哥，我这儿出了点小状况，可能要麻烦你帮个忙了。见此情形，我淡定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王老板的电话。王哥，我这儿出了点小状况，可能要麻烦你帮个忙了。对方听完我的叙述后，在电话那头笑了。我还以为什么大事，就这点小伎俩。兄弟，你别管了，安心做你的菜，路的事我来处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底。孟祥霆看我没反应，以为我黔驴技穷了，更加得意。他每天搬个小马扎坐在路边，美其名曰监工，实际上是监视我。见我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上门，他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。怎么样，叶大勺，没辙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只要我当1天村支书，这条路你就别想通。村里人也纷纷摇头，认定我这次是栽了。胳膊还是扭不过大腿啊！得罪了孟书记，没好果子吃。韩小帅和郭爽都很担心。陈哥，怎么办啊？客人不来了，我们的工钱……闻言，我开口安抚他们：“放心，工钱1分不会少你们，让他赌，我看他能赌多久。”结果过了2天，村口突然派来了一支庞大的施工队，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一应俱全，比村里修路的队伍气派多了。他们没有进村，而是停在了村外的那条小河边。我们村3面环山，一面是河，进出只有一座老旧的石桥和那条泥路。而这支新的施工队竟然在河上开始勘测打桩，所有人都懵了。孟祥霆也跑过去看热闹。施工队的负责人，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拦住了他。你好，我们是金龙路桥公司的，受王文华先生委托，在此捐建一座便民桥。闻听此言，孟祥霆直接傻眼了。什么修桥？听到要在这修一座桥后，孟祥霆傻眼了。工程师直接拿出一张规划图向他介绍，新桥双向4车道，直接连接省道，另一头就修到叶晨先生的院子后面。你说什么？孟祥霆惊讶之余，声音都变调了。叶先生的院子后面那片荒地已经被王总买下来了，准备一起建成一个停车场，方便以后来用餐的客人停车。工程师的话像一个又一个炸雷，在孟祥霆和所有村民的耳边响起。孟祥霆的脸色变得惨白，他意识到他
他惹上的根本不是我一个厨子，而是我背后那个他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资本。桥修得很快，不到半个月，一座崭新的水泥桥就横跨在小河上。我的私房菜馆重新开了业，而且生意比以前更火爆，客人们再也不用走那条颠簸的村路，直接从省道下桥，停车入席，方便快捷。反观村里孟祥霆主持修的那条路，因为资金不足，修得坑坑洼洼，村民们怨声载道。韩小帅和郭爽的工资，我直接给涨到了1月5000，他们成了村里年轻人最羡慕的对象。后来陆续又有几个年轻人托关系找到我都收下了。我的小院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经济中心，给村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孟祥霆的威信不落千丈，以前他是村里的土皇帝，掌握着所有资源，现在我成了新的资源中心，而且是市场化，不受他控制。然而他并不打算善罢甘休，在一个深夜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拎着一桶汽油摸到了我的院墙外。一天深夜，孟祥霆喝得酩酊大醉，拎着一桶汽油摸到了我的院墙外。他打算把这个让他颜面尽失的地方从村里彻底抹去。然而他刚把汽油泼在我的后门上，还没来得及点火，几道强光手电就同时照在了他的脸上。韩小帅、韩征还有我新招的几个小伙子同时从暗处冲了出来，一把将他按倒在地。韩征一脚踹掉他手里的打火机，怒吼道：孟祥霆，你他妈疯了！我早料到他会狗急跳墙，所以我让我手下的年轻人轮流在晚上守夜。此时我淡定地从后门走出来，看着在地上挣扎的孟祥霆，眼神冰冷。送派出所吧。闻言，孟祥霆瞬间慌了，酒也醒了一半。不要送派出所，叶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对此我冷笑一声，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子，饶了你。孟书记，你当初带人掀我桌子的时候，想过饶了我吗？现在你要放火烧我的家，还让我饶了你？你不是想让我待不下去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村里待不下去。没过多久，警车开到了村口，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村支书带走了。纵火未遂，加上之前做的那些烂事，足够他喝一壶了。孟祥霆被抓走后，村里进行了一次补选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很多人提名了我。因为孟祥霆被抓，村里进行了一次补选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很多人提名了我，就连韩征都来劝我。大勺，你就当这个带头人吧。现在村里人都服你，你带着大家干，肯定比老孟强。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我就是个厨子，管不了那么多人。我的本事在灶台上，不在会议桌上。后来在我的推荐下，村里的老会计，一个正直有文化的老先生顺利当选，村子终于走上了正轨。王老板看中了我们村的生态环境，他还和我合作，成立了一个农产品合作社。我负责提供技术指导，教村民们按照绿色标准种植蔬菜，养殖家禽。合作社统一收购，一部分供给我的菜馆，另一部分通过王老板的渠道，直接销往城里的高端超市。村民们的收入翻了好几番。那些曾经看不起我、孤立我的人，现在见了面都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叶总。这天是村里1年1度的祭灶王节，新上任的村支书找到我，希望我能为全村人做一顿大锅饭，就像很多年前那样。叶总，钱我们全村凑，按您的规矩来，2000一桌，绝不含糊。看着村里人一张张既期待又忐忑的脸，我点了点头。钱就不用了，今天这顿我请。全村上下一片欢呼。我又回到了打谷场上那个熟悉的临时灶台前，身后站着韩小帅、大胖等一帮徒弟。我掂起那把沉甸甸的大铁勺，炉火熊熊，映红了我的脸。我看着满地的食材，看着一张张笑脸，心里一片滚烫。这大勺掂的是人情世故，这炉火烧的是百味人生。今天我成了我们村新的灶王爷，